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和王鹤棣将同台录制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，这期节目有什么亮点？看完沉香如屑，跟着程毅看了底线，跟着底线又看了星期六，全部看完。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，一开始放杨迪演的《沉香如屑》里的屏风吻后，主持人问程毅演的怎么样，程毅说这种转圈找人的演法，他可以下一次试试，很有意境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沉香剧粉看到这一幕会感动，我还蛮感动的。谁懂？就这种演戏叫真的戏痴，真的在快餐时代太难得了，希望他保持本心。然后还有个泼水地方，我发现弹幕在骂他，说他不把水泼自己身上。讲真的，我觉得没必要吧。首先不往身上泼的也不止他一个人，而且他难得大聪明一次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而且这里我印象更深的是，他连着几次一坐起来，第一件事都是先看旁边的妹子，关心妹子有没有事，感觉很暖心，会照顾人。这里我想起来沉香如屑花絮里他男扮女装，带着新娘发官，他居然第一反应是女演员每次带着这样沉重的发官演戏真的很辛苦，就是很暖心啊。其实作为冲着沉香看这个综艺的我，这个综艺真的是惊喜点满满。还有拔剑插剑舞剑那边，我感觉一瞬间看到了唐周，真想给程毅戴个唐周头套再演一段，插剑时的腰可真好啊，羡慕。还有他舞动棍子那边，我梦回斗篷扎爹玩媳妇的长枪的花絮。对了，还有最后程毅被喷奶油，居然尝了一口说好甜，我就想到那个沉香花絮里他吃冰淇淋说真好吃，还给周围人推荐。这个综艺真的各种和沉香联动，不过这个综艺弹幕真的对程毅不太友好，比如程毅认不出来剧照就要骂他，可问题是场上没认出人的嘉宾很多啊，为啥专门盯着骂他一个人？我觉得好没道理。个人觉得程毅真的蛮好玩的，很自成结界。我看的时候想到楚门的世界里楚门，感觉其他人都知道真相，只有他是没剧本的感觉，他就显得很有意思，认真的可爱，有时会有出乎意外的笑点。和沉香剧里渣爹真的有种反差萌，难以想象渣爹是这个人塑造的。之前看过一句话，他对世界的观察有种局外人的慈悲感，自成结界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感觉他特别适合演戏，尤其是挖掘角色的内心这种事，感觉他特别合适。讲到这里又想起来他逐字解读渣爹玄烨和应渊见面对打的内心世界，这里省略10000字，我当时真的是佩服这个演员的解读，结合最后的效果，只想说赞赞赞。歪题了，抱歉，还没度过忘川，看啥都能想到沉香。另外聊一下关于弹幕发智商情商，并以此攻击他人的事。我觉得其实或许有点恶意或者略微浮躁，用一个综艺节目的一集给别人下定义太过武断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把抖机灵等价于情商，把某个方面的会接梗会玩等价于智商，人人效仿，结果经常是看到的采访千篇一律，都是高情商，图了个乐子，却听完感觉啥都没讲。很多演员更是聪明的把心思放在曝光度上，甚至牺牲戏内的新鲜度。如果是10年前，我会更吃那套所谓的情商，而工作多年后却发现人最缺的其实是始终如一，对周围的人真诚和友善，是同理心，这些我个人目前认为才是真正的情商。当然说不准再过10年我想法又变了。而智商在我这里往往通过工作能力来体现，深度和广度的工作能力都可，我个人更倾向于深度的工作能力，因为可代替性极低，是非常难得的。广度指懂得多，多面手，深度指某方面专业能力很突出。那说到情商智商，我觉得程毅都还不错，
刷到过他多次给剧组和粉丝买奶茶、送月饼、鞠躬，而且能演个单元献礼剧就得到底线。这么好的班底的剧资源，我觉得这个情商看结果也是很不错的。当然能拿到资源肯定和专业能力也有关。还有诚意的沉香央视采访，他说怀着爱和愉快去创造的角色，观众会感觉到真的蛮触动我的。突然觉得我的工作也应该对工作充满热情才对。工作这么多年，有点忘记初心啦，觉得至少就保持初心这一点上，他比我强，应该向他学习。智商方面，我想看过他聊戏，讲玄烨和应渊见面那一段的人都不会怀疑，甚至是佩服他。认真工作的男人真的会发光，而且作为看过剧的人，我能精准在剧里体会到他聊的他想表现的那些东西。他的表演确实很惊艳，这个我还是佩服的。专业上深度我觉得够了，有这样的对戏的理解力和表现力，智商够的。如果真说玩游戏玩得不好，我周围有人 SCRE 偏发，但是连斗地主都不会。可是其实人家智商真的很高，所以我个人感觉谭木真的感觉有些浮躁，没必要因为玩游戏去给别人下定义。或者说，但凡能有点名气的演员或者艺人，双商绝对都不会低的，只是用在哪是不一样的，诚意用在演戏上了。我喜欢这样专注的演员，综艺本就是为了宣传去玩，好玩即可。总结下，看综艺图个乐子，我觉得诚意他做到让我笑了。诚意去参加图个宣传剧，沉香和底线都宣传到了，所以目标达到，完美收官，蛮好的。但私心不希望他经常去，我心中演员就该好好演戏，这种剧宣传可以去，平时还是多琢磨演戏吧。我更喜欢他是演戏的演员。最后以一句刷到的他家粉丝说的我很喜欢且认可的话结束吧：通人情者未必长于世故，况藏瑰丽者未必善于言辞。昨天的弹幕把我看笑了，说什么诚意没有说出王鹤棣东方青苍角色明是故意的，王鹤棣说出应渊就是格局大。诚意是不止没说出王鹤棣的，是那几个问题都没说出来，把这一点拿去恶意揣测他人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看剧回答问题那里，谭健次一个搞综艺的人也没把赵丽颖的角色明兰说出来啊，知否绝对是比苍兰诀出圈的吧？还有天仙姐姐的经典角色，国民度那么高的赵灵儿、程蔡两人也没说出来啊。你们是不是也要造谣一波蔡文静嫉妒天仙姐姐故意不说？虽说都是圈内人，要是不熟的话，谁会去特意追剧啊？我也没看苍兰诀，身边人也没看，只是通过抖音和微博老刷到才知道主演是谁。还有苍兰诀是暑期播的，诚意是6月底进组的，只有去长沙录你好星期六那天没有拍戏，其他时间是全勤。别问问，就是天天在追他动态，甚至看代拍直播。他在片场是不玩手机的，而且他的微博、抖音都是物料，从琉璃后大号就是公司拿走去搞宣传了。不知道王鹤棣演的角色很正常，这都要被你们拿出来黑一波，阴谋论属实是小人之心了。他没有综艺感是真的，你去考古搜搜就知道，他上的综艺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要不是这次宣传底线，根本就不会去。沉香那么大的 IP， 他都没下场宣传过。他不适合综艺，没笑料，接不住梗，紧张，没幽默感，去了感觉也是被迫营业。和那些综艺老油条对比，就是格格不入。玩个游戏太正经太较真，泼水那里他是没办法。王牌对王牌你们看过吧？同样的泼水，关晓彤、沈腾哪期不作弊？一个游戏，而且谁愿意泼自己一脸的水啊？而且他也是看到第一波谭健次作弊，他就现学了。录完星期六当晚，他就回横店，第二天继续拍戏，所以把身上搞脏了是没有时间去收拾的。最后他被喷了奶油，后面机场的粉丝送机拍的照片，他刘海都脏成一根一根了。
这对明星来说是很毁形象致命的。我不觉得他是在装，从他提醒蔡文静那里看出来，他觉得自己作弊很聪明，甚至想分享给队友这个想法。但是没想到蔡文静是考虑到综艺感做效果，故意把水泼自己身上，只有他在正儿八经躲水。最后这期的节目还是好看的，何炅、杨迪和王鹤棣确实是综艺场上的控场王，带着放松的心态去看就行了。你要杠就是你杠的对，但是那种歪阴谋论的就别来了，我肯定回。诚毅的粉丝们很擅长写小作文，这个问题下我深深感受到了。在我答题下的讨论区里说这些还说太多了，实在是没必要。我不在意的点是人，我都一概不谈，没必要在我答题下面不停地说诚毅如何，你觉得他如何是你的事，我不觉得，所以我不提，所以我不说。他好不好是怎么样的，管我什么事，我不 care。再说一遍，别在我答题讨论区下面写关于诚毅的小作文，再写我直接删了，烦死了。这问题下有的是别人的回答，找那些喜欢和你们对写小作文的去，我就答个题，至于吗？令人讨厌的行径。首先，亮点在杨迪、王鹤棣这泼水那个环节真的搞笑，他们彼此坑杀。当然，后续林峰和吴卓羲玩开了，也很猛，看得出很熟悉的才敢下狠手玩，不怕对方生气。蔡文静也是大方的，全场唯一的女生，泼了水也没怎么样，为了效果也没偷倒。还有转游泳圈、跨棒子、拔剑的游戏，效果也在杨迪这前面，因为诚毅的蒙圈，他有了反差效果。不过最后杨迪搞坏道具，剑插不进去，简直笑疯了。反正这个环节道具坏了不少，而且不得不说弟弟的平衡能力、臂力是真的好，在颠簸的牛背上，整个状态看着是几组最轻松的。还和杨迪商量好，杨迪要多少秒游戏时间去做效果，他就在上面待几秒。不得不服，他的运动细胞是真的强劲。其次，在换钱的游戏里，荣梓杉思路最清楚，最终拿了第一。弟弟脑子也清楚，知道成不了第一，力保前几名。整个游戏完成明牌了。最后，诚毅因为小组倒数第二被喷了奶油，总算是和其他人一样没了造型，邋里邋遢的录完节目了。何老师也挺照顾他的，替他解释了，说他演戏辛苦，一大早赶通告过来的。我想说的是，诚毅的经纪团队和片方，今后就不要让他参加综艺去宣传新片了。他反应慢，再加上连轴转拍戏，整个人是猛的状态。他的状态和这个节目的其他人之间有壁，完全融不进去的感觉。他搞笑的点，完全是他自己引起的，然后自成一派，别人浑然融不进去。而且笑点也不多，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隐身的感觉，存在感很低。弹幕里有很多他的粉丝在那解释他的个性。说实话，我是觉得没必要。是不是综艺这块料，看了节目就都知道了。若是他个人只在多拍戏，不想上综艺节目，他的团队还是得多听取意见，不要勉强安排。这种宣传剧上综艺的活底线制片方就派给其他同剧同事吧。反正蔡文静也是 Hi6的常驻，搭配个其他人也能完成。